乐宝再一次坐实了大熊猫是近视眼这一结论。原本今天万圣夜，圣西姨母和另外一个姨姨想给乐宝整点小惊喜，精心在地上插了胡萝卜和窝头。但当乐宝走进室外园区时，却与窝头和胡萝卜来了个擦肩而过。乐宝丝毫没发现旁边的窝头和胡萝卜昨天也是这样。等乐宝在园区溜达完一圈再回来时，才发现姨母插在地上的胡萝卜花束。乐宝走过来一下就给脖子掰断了，然后挨个吃着上面的胡萝卜。这下什么浪漫的氛围都没有了。乐宝也不是第一次这样了，因为能让乐宝浪漫的只有爱宝。乐宝在跟爱宝谈恋爱时，妥妥细节男神。爷爷们当时为了进一步拉近爱宝和乐宝的距离，经常让爱宝和乐宝互换房间。爱宝察觉到这一现象后，每次出门都要在门口为乐宝留下标记，就像是在留信一般。而乐宝在收到这一信件后，乐宝激动坏了。乐宝闻遍了爱宝的房间的各个角落，同时乐宝还给爱宝房间的各个角落都做上了标记，生怕爱宝看不到自己留的信件。当爷爷给爱宝的房间关上时，乐宝那叫一个依依不舍，抱着爱宝的门口不想走。这个深情给爷爷看的都感动了。乐宝因为早上去过爱宝的房间，这整个一天里乐宝都是开心的模样。而因为乐宝留的信件太多了，这让作为电灯泡的福宝都闻到了。这个年纪里的福宝还不懂爸爸和妈妈的情感是怎么样的。爷爷问福宝是不是墙上臭臭的，亦或者是不是读到了爸爸给妈妈留的信件的内容。为此，江爷爷还好奇地学着福宝的样子，尝试读一下乐宝的信件。江爷爷闻了半天，讲道：乐宝和爱宝的信件应该是加密的，自己什么也没闻到，可以说是一点气味也没有。所以乐宝并不是不浪漫，而是乐宝的浪漫是爱宝专属。不管是福宝还是瑞宝、辉宝、爱宝，对于他们的爱从来没有变过，只是方式变了。以前爱宝带福宝回家都是直接咬着拖回去的，但现在是2个了，而且这姐俩一样的沉。如果给其和福宝一样咬着拖回去的话，爱宝的下巴都得脱臼了。但爱宝也并没有对姐妹俩不管不顾，同样会陪瑞宝、辉宝一起回去。当爱宝和瑞宝一起回家时，走到一半发现辉宝没有跟上来，于是爱宝和瑞宝又掉头回去了，坐在通道门口等着辉宝过来，然后一起回家。当然，不光同样的爱，就连无情抛弃的时候也一样。爱宝不想接娃下班了，就交给奶爸。福宝时就这样了，只见爱宝已经回家很久了，福宝却还迟迟没有跟上来，于是宋爷爷便出手了。同样，当瑞宝、辉宝被抛弃在室外时，爷爷们就会出手，2个爷爷轮番接，可不能给他宝贝孙女们关在室外了。而当他们回到室内后，瑞宝、辉宝与福宝之间就不同了。瑞宝、辉宝从室外回来，姐妹俩看到彼此在睡觉，自己也要睡。不过这方便了爱宝，爱宝这样就不用带娃了。不过难受了爷爷们，因为不能打扰他们睡觉，爷爷们忍得手痒痒，但也只能克制。每次放下竹子打扫完青团就赶紧起来，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够中途醒来，但姐妹俩睡得太沉了，任何动静都吵不醒。而福宝小时候从室外回来时依旧活力满满，爷爷们可以放心的跟福宝玩，尤其是老宋头这里，每次都搞得福宝烦烦的。老宋头跟福宝比，老宋头才是那个烦人的小妖精，给福宝从小烦到大。不过现在福宝再也不会烦老宋头了，再也没有机会烦老宋头了。辉宝一个着急的想去外场，一个在树上呼呼大睡。辉宝不断拍打着爷爷的房门，让爷爷别藏了，自己都看见爷爷了。眼看爷爷不开门，辉宝跑来瑞宝身边，想让姐姐跟自己一起去。瑞宝让辉宝别过来烦自己，想去室外就赶紧去，自己还要睡觉呢。而爷爷并不是不给辉宝开门，是因为江爷爷还没给室外园区的竹子收拾好。而瑞宝这里最近有点太不想去室外了，对这一切仿佛都没什么兴趣。就算爷爷来到园区劝也不行。一会儿将爷爷给室外园区的通道门打开后，又是辉宝自己跟着妈妈去了室外园区，瑞宝则是一直在树上趴着，就是不想去室外。而这2天爱宝的爱全让辉宝一个人独占了。爱宝吃饭时，辉宝在旁边玩耍打闹，骚扰着爱宝。爱宝这里一点情绪也没有，忍受着辉宝对自己的折腾，完全就像是个小孩子在哭闹着让母亲放下手里的工作陪自己。爱宝一不小心顶了一下辉宝，还生气了，毫不客气地对着妈妈的脸拍了好几巴掌。无奈爱宝只好停下手里的竹子，陪辉宝玩一会儿。现在辉宝跟爱宝打闹起来，是一点亏也不想吃。妈妈打自己1巴掌，自己就打妈妈2巴掌，就算被妈妈追着跑，辉宝也不怂，常常试图用一惊一乍来吓妈妈，但每次吓完都发现自己像是个小狗。等折腾累了，辉宝又爬到了树上，在树上喘着粗气，一下瘫在了小亮台上。辉宝刚想在树上晒一会儿睡会觉，通道门就开了。爱宝看到通道门开了，竹子都不吃了，直接往家走。
而不敢自己在室外的辉宝也赶紧从树上下来，立马跟上妈妈。回到室内后，辉宝已经很困了，来到小树上跟姐姐凑在一起。辉宝是懂享受的，这倚靠在树杈上的样子看着就很舒服。姐妹俩就这样惬意地躺在小树上，开始了自己的午觉时间。果然宋三岁就是宋三岁，跟瑞宝辉宝同龄的他，瑞宝辉宝的一举一动都能读懂。姐妹俩这彼此打闹的模样，宋三岁看懂了。宋三岁表示姐妹俩这是在玩追逐游戏，姐妹俩相互追逐。刚才是瑞宝追辉宝，现在该轮到辉宝追瑞宝了。刚说完辉宝，就给瑞宝推下去了。第二天，宋三岁来到宝家房间，看到辉宝浑身沾满青团扭着的睡姿，宋三岁解读的是辉宝这个动作像是在跟自己比心，表示辉宝就连睡觉都是爱自己的模样。宋三岁一定是个女儿奴。对于瑞宝辉宝宋三岁，每一个细节都喜欢，小脚丫、小屁股，每一个部位都要夸上一下。当然，宋三岁的深情不止于瑞宝辉宝，乐宝这里宋三岁同样也会整点肉麻的话。러바오, 너랑 생활한 지도 9년이 돼가는데 9년 동안 하루하루 볼 때마다 이렇게 새롭냐 너네들이. 아주 매력 덩어리야. 생각해보면. 宋三岁这土味情话，乐宝听的都要起鸡皮疙瘩了。而老宋头只允许自己夹着声音跟宝家说话，当看到别人家声音跟宝家说话时，就吃醋去捣乱。 오바오님, 평소에 저한테도 그런 사랑스러운 말투로 얘기해 주시면 안 됩니까? 얼마나 사랑스럽게 얘기하는데요, 송바오님? 오늘 처음 듣습니다. 저한테도 사랑스러운 말투로 부탁드립니다. 선배한테도 그렇게 부탁드립니다. 宋三岁是正经不过3秒。现在姨姨们拿准了瑞宝辉宝下午不营业只睡觉的规律了，所以上午时姨姨们都扎堆来室外园区看瑞宝辉宝。 到了下午，那场的游客就直接减半了。瑞宝辉宝不整活，姨姨们就只能看他俩睡觉。来早了，还能看看姐妹俩的吃播。同时，饲养员们的工作也省事儿了，只需要不断填竹子就可以了。辉宝这里的竹子一边吃一边掉，竹子没吃几口就全掉光了。辉宝这里没有竹子后，来到了瑞宝这里，直接强硬的给瑞宝手里的竹子抢过来，不给就哭闹。瑞宝拿自己这个妹妹真是没有办法。吃到姐姐的竹子后，辉宝开心了。 如果下午来晚了，那瑞宝辉宝这觉能给姨姨们睡的，真是一睡一个不吱声，一下午都不带从树上下来的。姨姨们试问瑞宝辉宝屁股不会躺麻了吗？姐妹俩非但不会，而且还要硬凑在一起才感觉舒服。尤其是瑞宝非要挤在辉宝身上才可以，爱宝也很惬意，因为姐妹俩很安全也老实，在树上躺着，爱宝也不用担心什么。爱宝这睡觉姿势完全体现出了自己内心的舒适感。隔壁的乐宝更不用说了。 乐宝向来没啥烦心事，可以说是宝家下午一个想营业的也没有。